正洗澡的时候，砰，跳闸了，总闸跳了，楼下的闸跳了。现在拉下来的是卫生间的电闸，总闸是个漏电保护器，跳漏电保护器一般就是线路有漏电的。哪里漏电呢？这里有个漏电保护器，下面接的是卫生间的热水器。那就先测一下这个热水器是不是漏电。拆下零火线，测量火线与地线。热水器是漏电的，很明显漏电。再看零线与地线，也是漏电的。热水器漏电，测出漏电了，这个热水器我就不接了。客户说这个是跳闸了还是没跳，也没说清楚。这个厂家给保修的，先给卫生间送上电。哎呦，又跳了，没电了，总闸也跳了，楼下的电闸也跳了。现在卫生间热水器也拆下来了，电闸也没合，怎么一送电就爆了呢？是这个漏保里面短路了吗？拆下漏电保护器，从外观上看没问题，应该不是里边的原因。爬上去闻了闻也没有糊味，应该不是漏保的问题。难道是电线在墙里边短路了？还得在电闸这个位置测量一下。反正我是怀疑是线路有短路的地方。这种情况电闸一般不会坏。把电线拆下来测量一下。万音表先调0，直接测量零线和火线之间的电阻。短路就是零火线碰一块了，光想着是漏电造成的跳漏电保护器，然后也没测量短路，直接就送电了。可以确定零火线是短路的。下面就去找短路的地方。卫生间插着电器，插着马桶盖，拔掉马桶盖，电器都拔了以后，再过来测量零火线之间的电阻，还是短路，也就是说是墙里边的线路短路。卫生间3个插座，马桶1个，热水器那1个，洗手盆旁边1个，那就打开这个插座看一下。打开插座的目的是为了找接头，找到接头就确定哪一段线路在短路。这是后来改的电路吗？这个是有接头的，在这个地方测量是短路的。那下面就拆开这个接头，这种情况只拆开火线的接头就可以了，就能测出来是哪一段在短路。把接头断开，再来测一下这个一火一零是不是还是在短路。还是短路。难道是从这里到卫生间的主线短路吗？那这就难搞了。它卫生间这个电闸是没问题的，可以合闸。这个电路怎么查呀？从这里再确定一下是不是主线的问题。测量零线与这些拆开的火线，这个是短路的这一路。再看另外一路，没问题。来看热水器这一路的零线和火线之间短不短路？不短路，没问题。马桶旁边的插座直接测零火，也没问题。那就是从配电箱过来主线的问题喽，就是这黄线和蓝线。看这里面打的发泡胶，是不是在它旁边有接头？上面这个红线是往热水器走的，没问题。房主也怀疑好像里面有接头，是不是原来的插座位置离镜子太近了，往外改了一段？有这个可能哎，准备把它敲开。它原装的地线是黄绿双色线，然后零火线是黄线和蓝线，穿管走的房顶。这个主线如果中间没有接头，那一头也是黄线和蓝线。那再看这一头，火线是黄线，零线是蓝线，地线是2.5平方的黄线，所以我怀疑有接头。找接头。我边拆边和房主聊天，房主说还有一个房间没有电。这个信息很关键，就是这个储藏室，就是放东西的房间，这个也没有电，这分明就是个卫生间呀。你看里面的插座位置和那一个插座位置差不多，里面还有一个插座，就是给马桶准备的插座呗，这就是一个卫生间。打开这个房间门口的插座，
上下两个插座，把上面这个插座打开了。你看这个接头，这叫什么插呀？这插上的，上边2路线，下边1路线，这个插头一拽就下来了，这么不紧吗？那个卫生间的电路是从这里走过去的吗？有可能哎。拆开零线，直接测量火线与每个零线之间，看看哪一路是短路的。看这一路，这一路火线与零线是短路的，短路的这一路是哪一路呢？这个房间插冰箱的这个插座也是没电的，测一下这个插座临火，看是不是短路的。哎，是短路。好了，确定这一路是短路。再到刚才卫生间短路的那个主线，测量零火之间。哎，好了，那这段主线没问题，就是从刚才那个房间过来的。现在测电闸这个主线呢，是短路的，也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到刚才那个储物室是短路的，可以确定这路线是往那个卫生间走的。现在没问题了，短路的这一路应该还有接头，找那个接头。看这个线的走向是从房顶下来的。房主说中间这堵墙是挪过来的，重新做的一堵墙，原来墙上有插座的，那在房顶有接头呗。然后改下来的插座，石膏板吊的顶，抠开一个灯，看看里面线路的走向。因为这个墙是后来垒的墙，原来推倒那个墙里面是有线路的，所以它上面肯定有接头。这2根管应该就是看它的走向接的刚才短路的插座，那就去找那个接头，在墙的另一面。墙的另一面是一个厨房，得上去把顶抠开，上面有线管。在里边有线的接线盒，这个线是从房顶出来的，那这一个就是插座的线路，然后接头去了隔壁。线盒太靠里了，只能伸进去一只手，拆开这个线盒看一下，有接头，好像有发现，看不太清楚。再看，有打火的痕迹，短路了，连火线碰一块了。来一个破坏性的拆除，只能伸进去一只手，下面是个壁橱。很明显，零火线应该是虚接发热，线皮都化了，然后零火线的铜丝碰在一起了，造成的短路。为什么会虚接发热呢？接头都裂了。再细看，零火线发热打火的痕迹。好了，原因找到了，只需要把这个接头重新接一下。因为热水器的功率太大，电流也大，这种插头如果虚接很容易造成发热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插头掐断，把电线直接连接，接的不好看，但是压紧了，把零线再重新接一下，然后做好绝缘，最后测量当然没问题。热水器这一个就不给它接了，厂家来维修，恢复完所有电路，直接合闸送电，当然没问题。维修完成，感谢观看。